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给幸福到万家演员排座次，赵丽颖第2，刘威第1，实至名归。幸福到万家热播如火如荼，快节奏的故事，鲜活的人设和贴合社会实际的内容，让停不下来。不过剧中最有魅力的还是各位演员的飙戏时刻。幸福到万家集齐了老中青3代演员，既有张喜前这样的老戏骨，也有张可盈这般95后小花。就挑选出剧中演技最好的8位演员，给他们的演技排个名次。8. 王庆来、唐曾氏。唐曾，上戏表演系科班毕业，1985年生，中国中生代演员里的实力派。虽然他的热剧不多，但唐曾的演技没得说。剧中他扮演了一个重要人物，和幸福的丈夫王庆来。王庆来不是个好塑造的角色，他有2个最大的特点：第一是极致的老实，第2是介于勇敢和懦弱之间的怂。这2个特点都需要对表演火候的绝对掌控，力度过了容易讨人嫌，力度不够又体现不出角色特质。唐曾怎么演？开场就是结婚，给自己即将过门的妻子送个饭，你看他的表情，带着一丝尴尬的笑意，手甚至都不知道放哪儿。这是老实人心慌的统一表现，既体现出了王庆来细腻的心思，也看得出他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闷。仔细看他的笑容，就连笑都不敢咧开嘴，总是嘬着嘴巴收着笑，这种笑更容易让老实这个特点展现出来。怂的表现就更重要了。被万传家灌酒，虽然满脸的不情愿，但还是一饮而尽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七妹子被欺负，他一句话不敢说，一个动作不敢做，万传家脑袋出血，他倒下的慌了手脚，一脸的痛苦面具。看镜头侧面的他，是不是有点气急败坏的感觉？王庆来并不是个坏人，只是他小时候受过太多的欺负，对于强权和霸道，他已经没有反抗的意识。老实和怂，既是优点，也是缺点。在唐曾的演绎下，王庆来这个怂包老公，简直入木3分。7. 和幸运张可盈氏。张可盈，97年小花，毕业于中戏，唱歌表演俱佳。她的表现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给了番茄君惊喜。何幸运是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她是主角和幸福的妹妹，也是王家和万家矛盾的核心人物。闹婚是因为她被欺负，最后打官司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闹婚这件事产生的连锁反应。同时，何幸运也是个悲剧人物。她最初虽然嫌贫爱富，看不起农村人，招观众记恨，但从头至尾她都没有过错。张可盈厉害的是演出了幸运悲的底色。冲突最激烈的闹婚戏，躲在姐姐怀里流泪的瞬间，可怜到让人心疼。尤其怕失去男朋友的那种着急和绝望，浸润着一个大学生涉世未深的悲伤，看得人心痛。一场闹婚，把他引以为傲的大学生尊严踩在了脚下，也让他真正看清了人世间的种种凉薄。薄情的男友，冰冷的娘家人，欺人的恶霸，几乎让他的世界观崩塌。尤其是那种对人生失望，对前途没了兴趣，仿佛行尸走肉般的状态，在张可盈的表演下十分生动传神，代入感很强。24岁的年龄，演艺生涯才刚刚开始，希望以这部剧为起点的张可盈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6. 韩主任冯雷氏。冯雷出身铁路文工团，真正的戏骨人世间中，他饰演的伪君子姚立松，就让观众们拍手叫好。幸福到万家中，他虽然是特别出演并作配，但演技依旧是1等1的好。剧中他饰演何幸运在律所的老板韩主任。韩主任这个角色是社会中那种典型的中年油腻男，
挣了些钱就抛弃糟糠之妻，在外沾花惹草，总想用自己的权力占小女生的便宜。见到何幸运那种色眯眯的笑容，真是把油腻二字打在了公屏上。当然，塑造中年油腻感其实没什么难度，更可贵的是冯雷对那种心机又慌乱状态的把控。出差，他非要带上何幸运，随后晚上住酒店，趁着酒醒想要潜规则，结果幸运机智录音，得知他真的录音之后，你看冯雷的表现，那种从装醉的伪女状态中瞬间清醒的转变，眼睛滴溜溜转，随后立马改变态度的自然，可以说把一个伪君子演到了骨子里。韩主任的出场次数不多，但每次都是让人恨得牙痒痒那种。他势利、虚伪、贪财、好色，却又不是那种极端的坏人，尤其是那种特有的假笑，似乎他就是韩主任本人，着实厉害。5. 网友的张喜前世。张喜前毕业于上戏，是国内知名的黄金配角，角色不多，但个个都能让人记住。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张喜前饰演何幸福的公公，王庆来的爹王有德。王家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何幸福这个媳妇和王有德这个公公身上。王有德是个秉性很突出的人，他胆小怕事，谨小慎微，对钱财如葛朗台般小气，遇事不敢出头，在家中却大打出手，是很典型的某一类农村老人。张喜前敬业精神十足，拍戏贵是真贵，扇耳光也是真扇。王有德的怂与王庆来不同，他身上有典型的小民特质，骨子里又有点大男子主义，在外和在内区别明显。因为闹婚的事儿，他和媳妇去找万善堂道歉，门口见了同乡的面，直接就背过去了。见了万善堂，连话都不敢说，一定要让林桂枝开口。看他的眼神，面对万善堂的时候点头哈腰，屁都不敢放，可转头让媳妇说话的时候，却又拿出了在家的狠劲儿，只不过依旧不敢大声，这种狠随即变成了攻心的焦急。可到了饭桌上吹起牛来，他一定会拿出大家长的架子，过去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，听到要买电脑的时候，脸又变了，小人嘴脸十足。这种表演其实是演员完全进入了人物，只能在十分自然的状态下进行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张弛有度，能松能紧，能强能弱，既让人觉得可爱，也让人嫌弃厌烦，这是只属于张喜前的魅力。4. 林桂枝池鹏氏。池鹏出身山东话剧团，跟倪萍是好友，是我国老一辈演员里演技最好的那一波。别看她饰演的婆婆林桂枝很普通，年轻的时候池鹏也才貌双全，颜值超高。幸福到万家中，池鹏的林桂枝其实是一个矛盾感十足的角色。一方面，他希望何幸福不要去找万善堂讨说法，因为浸在王家这么久，他年轻时的棱角早就被磨平了。另一方面，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婆婆对儿媳的欣赏，她曾不止一次地跟家里人说，这个媳妇跟年轻的自己很像。正因为这种矛盾感，池鹏饰演的林桂枝，古板和教条中也泛着一股可爱劲儿。见了村支书低头哈腰的谄媚样子，虽然有点惹人厌烦，可在猜中儿媳妇的意图，同时又带入自己的时候，眼神里却泛着欣赏的目光。这种喜悦似乎不露声色，但又似乎很明显。池鹏脸上泛起的，明显就是那种典型的老一辈对下一辈欣赏的喜悦。虽然旁边的老公一脸愁容，他却笑开了花。这些场景，池鹏拿捏的恰到好处，给林桂枝这个角色挣回了不少观众的好感度。老戏骨的功力在那，他和张喜前给赵丽颖抬轿子，对赵丽颖演技的发挥也有很大的作用。3. 万传家曹征氏。曹征毕业于北影，之前就有很多经典角色了，
红高粱》中的反1号钱玉郎，《芈月传》中楚怀王芈怀都是他的成名角色。万传家这个官方反派对曹征来说没什么难度，但曹征依旧用自己的理解演活了这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公子哥。出场就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尤其婚闹那一段，无论是对门外王家老二的训斥，还是对何幸运的上下其手，骨子里就透着一股痞气和匪气。有2个细节让对曹征的表演印象深刻。第一个是王庆来因为王秀玉的事，骑着摩托去万家集团找万传家，他开着车刚好过来，理论一番，临走的时候还骂了门卫一句：“摩托车不要停集团门口。”这句话既表现出了他对王家2兄弟的反感，也表现出了他那种集团总经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第二个是得知妻子插手集团的事，万传家二话没说就给了妻子一个耳光，打完之后又连连训斥带安慰地问：“打疼了吗？”动手是真的，关心也是真的。这里说明了万传家其实还是分得清公事和私事的。关起门来，他知道对面这个挨打的人还是自己的妻子。这个动作反而给这个反派一种特殊的骨血，让他有了一丝温度。没有人是非黑即白的，万传家也不例外。相信在曹征的扮演下，万传家之后的戏份会更加精彩。2. 和幸福赵丽颖事。脱离了古偶剧的赵丽颖，这一次算是真正演了一回自己。大家都知道，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她生在农家，长在农家，对农村妇女有独属于自己的理解。开场结婚的时候，从赵丽颖脸上，你能明显看到面对自己未婚夫的羞涩，这种羞于表达的情感，眉宇间表现得非常生动。听到妹妹说出关于农村朋友那番论断后，她脸上透出的鄙夷，也正像一个农村人。因为只有真正的农村人，听到这种话才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。浓妆土气的打扮，婚闹事件里果断的出手，以及动不动就插兜的这种小习惯，都是农村小媳妇才有的微动作。更让人信服的是，何幸福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区别于老板秋菊而存在的。作为新时代独立农村女性的代表，赵丽颖的身上总带着一种锋芒和一股飒气。说话的时候掷地有声，铿锵有力，与身边的老公形成鲜明对比。讲道理的时候不依不饶，单单眼神就能把你杀死。可面对亲人的时候，你又能很明显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着温柔和希望的光芒。赵丽颖的表演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角色的各个状态里，情绪和感情也都掌控得恰到好处。多演古装的演员演起现代剧，总会有种不适感，但在赵丽颖身上，我们似乎看不到。这既因为她的塑造是有根基的，又因为她自己曾经农村经历的加成。对赵丽颖来说，幸福到万家是她现代剧的起点，我们期待之后她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1. 万善堂刘威是。刘威，57年生人，中国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。说起我对刘威最初的印象，应该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魏延。其实除了魏延，刘威的经典荧幕形象可太多了。《唐明皇》里的李隆基，帮他拿到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。随后《白鹿原》中，他饰演忠厚老实的长公路3；《平凡的世界》中饰演孙玉后，还参加过《伟大征程》的演出。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刘威饰演的万善堂，无疑是剧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。整部剧几乎就是他和赵丽颖的对手戏。刘威对万善堂的塑造，主要在2个特点上。第一个是官气，无论是万家集团的董事长，还是村支书，刘威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所以出场的时候坐着豪车姗姗来迟，压轴的同时进场还被前呼后拥，抢了新郎新娘的风头。仔细看你会发现，进场的时候刘威就像一个检阅部队的首长，
一边跟老两口讲话，一边不断地朝着台下挥手致意，很有当官的气场。上台被新人鞠躬致意的时候，他满口说着不愿意，身体还是很诚实地坐了下来，说明他很享受这种被当作领导的感觉。台上的几句话，张口闭口不离集体，全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，随便几个场景，就把万善堂这个虚伪的村支书演得入木三分。第二个是大家长气，万家庄的大事小情，万善堂都是第一处理人，他就跟县太爷一样，老两口见了他膝盖一软都得跪下，跪了半天也不见他扶起来，说明他内心深处应该受得起这个礼。踢坏了王庆来，他还理直气壮，对着警察都说自己谁都踢过，自己犯下的错，他有10000个理由开脱，用的最熟练的就是事儿都赶在一起了，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，双标十足。毫无疑问，万善堂将万家庄带领得非常好，但在新时代背景下，这种大家长式的管理作风依旧让人反感，这也让万善堂人性的矛盾性体现了出来。不得不说，刘威的表演出神入化，让人信服。这个列表他排第一，不过分。这8位演员的表演各有特点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但他们的发挥都很好，这是幸福到万家真正好看的底色。唐曾将王庆来的怂演到了极致，小花张可盈则很好塑造出了和幸运的悲惨和他价值观念的改变。张喜乾和池鹏简直就是真正的农村老两口，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老一辈家长的特质。冯雷和曹征的坏，本质上其实是相通的，一种是阴险，一种是霸道。至于刘威，他把万善堂这个大家长的脸谱化和优点很好的中和了起来，让人物身上有种矛盾感和真实感。对番茄君来说，摆脱古偶的赵丽颖、江河幸福这个农村女性塑造的也非常好，尤其是那股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气神，绝了。当然，这些只是番茄君一家之言，抛砖引玉，大家觉得还有谁演技更好？